太小气了，我又不会真的弄死那3个老家伙。白小纯心中嘀咕了几句，眼下他春风得意，倒也没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底。毕竟此刻的逆河宗外，赵天骄、白灵等人相助而来，白小纯也需要去感谢一番。还有那位铁血堂的天人老祖，他的脸上笑容很是真诚的样子，丝毫没有自恃、倚老卖老，从而表现出半点轻视，而是如同辈一般与白小纯这里谈笑风生。至于白灵，更是唏嘘不已。他看着白小纯，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在长城上白小纯的模样，内心感慨无限。赵天骄就更是如此了，二人好似受到了刺激，心底已经下定决心，打算回到宗门后就要闭关修行。除了这些人外，来临的10万修士中，还有不少都是白小纯在长城时的战友，甚至更有一些是白小纯当年麾下的军修，彼此重逢后都很是激动。于是，在白小纯的邀请下，来临的铁血堂众人就在逆河宗留了一宿。逆河宗的几位老祖在这激动与振奋中，对于来临相助的众人也都感谢，举办了隆重的宴席。这一夜对于逆河宗所有弟子来说，如同梦幻一般，白天的紧张，夜晚的激动，这一切的一切，使得白小纯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是至高无上，不可代替。尤其是想到未来，逆河宗弟子更是心中无比期待。几个老祖同样如此，他们心中之前始终悬着的大石，如今也终于放了下来，脸上的笑容在这一夜里几乎就没有消失过。直至第二天清晨，在白小纯招待一番后，铁血堂的众人这才离去。目送天边众人的身影消失，白小纯长舒一口气。直至此刻，他才总算是放下了心，彻底的解决了逆河宗的一切问题。甚至白小纯可以预感到，通天河东脉这片中游修真界内，从这一天开始，逆河宗将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而其他3宗从这一刻起已经是属于2流。不过仅仅是这样还是不够啊！白小纯低头看了看自己储物袋，目中露出果断。他明白，逆河宗想要真正的站稳，仅仅是他一位天人还是不够。如果能从几个老祖中出现第2位天人，哪怕只是凡道天人，也都足够让逆河宗真正稳固下来。且白小纯从之前半神老祖的法旨内也听出来了，对方让自己择日回星空道极宗，如此一来，他在逆河宗的时间就更会减少。若是去得晚了，怕是不好争取在离开前辅助一位老祖成为天人。白小纯深吸口气，有了决断。他之所以有如此把握与信心，与他在蛮荒抄家时发现的那株药草有很大的关系。以白小纯的药道造诣，他有把握依靠那株药草，在丹溪一脉的配合下炼制出天人丹。只是天人丹世间罕见，炼制起来也有些麻烦。白小纯炼制出1枚的把握还是有的，至于多了，难度太大不说，药草怕是也不太够用。至于到底是哪一位老祖晋升，此事白小纯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他虽有话语权，可却太敏感，与其他去指定，不如几个老祖自己商议后决断。想到这里，白小纯立刻就给灵犀老祖以及血溪老祖等人传音，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后，立刻就去了闭关之地，开始炼药。如今的逆河宗还处于激动之中，无数弟子心头火热，彼此都在谈论白小纯。与此同时，宋君婉的身份也明显的不同起来。要知道，之前的宋君婉虽身份也因白小纯有些与其他弟子不一样，可却不是很明显。但眼下则是彻底发生改变，甚至就连一些长老在看到宋君婉时也都带着恭敬，就算是几位老祖也都对他极为客气。不但是宋君婉如此，连带着所有与白小纯关系不错的众人都多多少少的在宗门内有了与之前不同的地位与威信。尤其是李清后，作为白小纯的领路人，作为白小纯的李叔，李清后在逆河宗的地位更为超然的同时，甚至几个老祖也都有所商议，下一任掌教暂缓轮掌，而是内定了李清后将为逆河宗下一任的掌教。而几个老祖在接到了白小纯的传音，知道了他可以炼制出1枚天人丹，让一位元婴大圆满的半步天人境有极大的几率突破，踏入众人梦寐以求的天人境时，这几位老祖高兴激动之余，更是老怀甚慰。4脉老祖彼此商议，原本是打算将这个机会给予李清后，可李清后修为还不是元婴大圆满，等下去怕还需很长时间。而逆河宗如今急需1位天人老祖坐镇，最终几位老祖与李清后商议决定，由灵犀老祖来吞下天人丹，以期晋升天人。实在是灵犀老祖这里活着的岁月太久，这一点是与他修为一样的血溪老祖所无法比拟的。毕竟天人境虽也可增加寿元，但与灵犀老祖的秘法比较，血溪老祖自认若是自己成就天人，怕是自己陨落了，灵犀老祖若没意外，依旧还会活着。这么来看，自然是灵犀老祖晋升天人，对于逆河宗帮助最大。而有了1位天人，想要再出现1位，也自然就容易很多。在这几位老祖商议时，白小纯在他的闭关之地正在炼制天人丹，此丹的配方逆河宗早就拥有，只是因始终缺少主药，所以无法炼制出来。而眼下，随着白小纯的出手，整个逆河宗在数日后，所有人都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在天地之间。这香气让铁蛋很是喜欢，他在白小纯的洞府外不断的吸着，
一脸陶醉的模样。至于其他灵兽，也大都如此，甚至修士吸收后，也都能明显感受自己的修为有所精进。这神奇的一幕，让逆河宗众人对于白小纯这里更为狂热起来。只是这香气没有持续太久，在7天后，随着白小纯的出关，最终消失了。出关的白小纯立刻就给几位老祖传音，很快的，丹溪一脉出动了数十位在炼丹的造诣上足以称得上大师的丹师，加上李清后，一起配合白小纯，在逆河宗的后山开启大阵，形成丹阵，集合众人之力去进行最后的炼制。这一次的炼制持续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其中失败了数次，每一次失败都会耗费主药，使得一切努力都成空。白小纯内心也很是焦急，但却压下心神，从那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7次炼制时，最终取得成功。此时药草所剩已不足。成功的那一天，好似有天雷凭空幻化，轰鸣整个天地时，一股比之前还要浓郁的灵香瞬间就弥漫整个逆河宗。这灵香太浓，以至于形成了雾气。远远一看，雾气中的逆河宗若隐若现，如同仙境。终于成功了！白小纯面容暗淡，很是憔悴，可目中却振奋无比。笑声传出时，逆河宗的几位老祖立刻呼啸而来，在看到白小纯手中拿着的一枚白色的闪动光晕的丹药后，一个个也都非常激动。这丹药他们一眼看到，内心深处就控制不住的产生了渴望，甚至从这丹药上，他们隐隐感受到了其内散出的好似要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气息。好半晌，才将这种躁动压制下来后，灵犀老祖神色凝重地接过了这枚天人丹，望了眼白小纯，点了点头，随后向诸位老祖抱拳深深一拜，这才深吸口气，带着目中的果断，选择了闭关。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知道天人丹只有这一枚，无论如何，自己这一次都必须要成功。第895集开桎梏。眼看自己不但化解了宗门的危机，更是凭着自身如今的天人修为以及星空道极宗的天人老祖身份，使得逆河宗从此于通天东脉中游修真界堪称霸主。这一系列事件让白小纯内心很是满足，更不用说如今天人丹被炼制出来，灵犀老祖又是活了那么久的老怪，自身距离突破只差临门一脚。有了这天人丹，他成功晋升的可能性极大。这一点白小纯很放心。如今做完这些，他站在自己的洞府门前，右手摸着铁蛋的头，眼睛看着逆河宗，看着宗门内无数弟子正在忙碌修复的同时，一个个都精神抖擞，可以说整个宗门都洋溢着一股昂扬的朝气。这一切都让白小纯内心很是舒服。他深吸口气，小袖不由自主地甩了一下，抬起了下巴，喃喃低语：“一人幸而天下幸，一人强而全宗强。铁蛋啊，你是知道我的，我白小纯不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无奈命运难测，没想到我最终居然成了老祖，我还这么年轻，一点都不老吗？”白小纯摇头晃脑，露出无限感慨的模样，可心中实际上早就美滋滋得意无比了。我原本都不想回星空道极宗了，可你也看到了，半神老祖主动邀请我，头痛啊！我也不稀罕铁血堂长老的身份，可没办法啊，那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道友，他们盛情难却，我也只能默认了这个身份。铁蛋，你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天才呢？艾白小纯苦着脸，大有一种无奈之感。铁蛋眨了眨眼，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他下意识的就赶紧转头看向四周。当发现这附近没有其他人时，铁蛋诧异的看着白小纯，低哼了几句，那神情，那吼声，似乎在纳闷。在他的认知里，白小纯只有在人多的时候才会摆出如此姿态才对。白小纯也看到了铁蛋诧异的表情，干咳一声后，拍了下铁蛋的头，瞪着眼：“懂不懂配合啊？记住了，以后我这么说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这才讨人喜欢，知道吗？”铁蛋有些委屈，呜呜了几声后，赶紧换了表情，露出一副与白小纯一样愁眉苦脸的样子。白小纯郁闷了，低声叮嘱了几句：“不是这个表情，下次我这么说的时候，你的表情要更生动一些，要激动，还要感慨，一副这就是你的命的感觉。”在白小纯的亲身指导下，很快的，铁蛋就学会了这个表情，甚至白小纯兴致来了，又演示了一遍，发现铁蛋配合比之前好了太多后，他就高兴了：“哈哈，铁蛋，跟爹出去溜达溜达，记得呀，每次听我那么说完，就赶紧这个表情。”白小纯说着说着，兴致更浓，于是带着铁蛋开始在宗门内溜达起来。所过之处，无数人在看到他后，都立刻狂热的恭敬拜见。而每次人多的时候，白小纯都会露出一副感慨的模样，似喃喃低语，又似说给其他人听。那些不了解白小纯的弟子在听到后都会愣一下，至于了解白小纯的，则是内心长叹。对于白小纯这个喜欢显摆的样子，他们已不止一次的看过了。尤其是铁蛋，为了配合白小纯，他算是极为卖力了，表情生动，更是激动无比，甚至触类旁通般，在一次白小纯的感慨中，居然大吼一声，直接就抱住了白小纯的一条腿，目中露出的是安慰之意，似乎在劝白小纯，再告诉他：“你就是这么天才，这是你的命啊！”这一切让所有人都看呆了。
一个个渐渐神色古怪，而白小纯却越加振奋，又带着铁蛋去了其他地方。整整1天的时间，他走在宗门内，老祖之声无数的同时，表情怪异的弟子也越来越多。这个老祖好像有点不对劲啊，莫非天人都这样？你们不知道白小纯拜老祖，他以前就这样，那个你们习惯就好了。诸如此类的声音，随着白小纯走在宗门内，几乎是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响起。直至1天后，白小纯兴致竟还没有减少。这一次，他是专门找熟人北韩烈那里，他去了3次。到了最后，北韩烈都要抓狂了，每次看到白小纯都要恭敬拜见不说，白小纯偏偏还在那里不断感慨，以至于北韩烈在第2天就直接选择了闭关。眼看北韩烈这样，白小纯有些郁闷，于是去找了上官天佑直治整个灵犀一脉。他的熟人至少都去了几遍后，又去了血溪一脉。就这样，整整3天的时间，整个逆河宗对于白小纯的性格几乎无人不知，一个个都在心底苦笑，往往远远的一看到白小纯就下意识的避开。实在是白小纯在这方面一点也都不像个真正的天人老祖。可白小纯却没有气馁，反倒是更为执着。正琢磨着要不要去看看北韩烈的闭关情况时，宋君婉也都受不了，直接杀了过来，对白小纯训斥一番，这才让白小纯摸着鼻子，遗憾地结束了自己的老祖之行。我不就是感慨了几句吗？罢了，既然不让我感慨，我闭关好了。白小纯无奈叹了口气，琢磨着在这里不行，那么自己过段日子去星空道集宗感慨，总没人来管自己了吧。带着这样的宏愿，白小纯选择了闭关。一方面是等待灵犀老祖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白小纯之前修为突破的太快，以至于他还没有好好的稳固一番。还有就是他的不死卷已经到了不死谷大成，如今修为突破后，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随时可以在闭关一段时间后去轰开人体第4大桎梏。而一旦将第4大桎梏打开，白小纯相信自己的肉身之力还会强悍一些，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去修炼不死卷的最后一层不死血。不死血，不死卷精髓，一旦修成，不说真正不死，可想要死亡也非易事。白小纯想到这里，立刻就有了决断。在闭关之地，他盘膝坐下，感受着自己体内此刻蕴含了惊人的天地灵力。这灵力与外界天地无时无刻都在彼此流转，似乎自己与天地成为了一体。那种感觉让白小纯甚至都有种错觉，似乎自己就是这片天地，一举一动都可引来天威，甚至一呼一吸都可让天雷滚滚。这就是天人与元婴，已经彻底不一样，完全的蜕变。白小纯深吸口气，越是感受自己的修为，他就越是难忍激动。尤其是他隐隐察觉到自己成为了天人后，寿元虽不知道具体，可却明显的自身生机比以前旺盛了太多太多。现在的我能不能活5000年？白小纯激动中仔细的算了算后，还是有些失望。他觉得眼下的自己怕是也很难活5000年，距离我想要长生的目标还是很遥远啊。白小纯想到这里，又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这才慢慢重新入定。这一次是去运转肉身之力，顿时咔咔之声从他体内散出，那是骨头在活动的声响。随着传出，一股惊天动地的气血之力从其体内轰隆隆的爆发出来，使得他闭关之地的4周都扭曲，仿佛他所在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在这肉身气血的波动下，白小纯清晰地察觉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人体5大桎梏中的第4大桎梏。与前3个桎梏的体会一样，之前察觉不是很清晰，可随着他此刻定心，那种身体上好似压着一座大山的感觉越发的强烈起来，更是从其体内传出一股强烈的要去将这座大山轰开的冲动。人体第4大桎梏，给我开！白小纯猛地睁眼，低吼一声。第896集不死血。轰鸣之声外人听不到，可在白小纯的耳中却是超越天雷一般持续的回荡。他全身颤抖，此刻面色赤红，额头更是鼓起青筋，仿佛真的有一座看不到的山峰此刻正压在他的身上，而他凭着其强悍的肉身之力，正在不断的试图将这座大山崩溃。一气血之力在白小纯体内不断的冲击，那超越天雷的声音越发的强烈时，白小纯猛然抬头，发出一声低吼：“开！”轰的一声，那座看不到，可却能感受到的大山，人体第4大桎梏，在这一瞬直接就崩溃爆开，瞬间坍塌。随着坍塌，一股久违的轻松之感瞬间就在白小纯体内浮现出来，那感觉舒爽无比，仿佛身体一下子就轻松了太多，又如同是一匹被套上了枷锁的野马，此刻随着断裂，一股自由之意油然而起。没有了束缚，没有了压制，白小纯的气血之力不断的汩汩翻腾崛起，轰隆隆的巨响让他的密室都震动起来，甚至不仅仅是这里，就连外界的逆河宗也都是大地震颤了几下。而白小纯这边，此刻不死谷之力爆发到了极致，仿佛形成了滔天洪水，卷着他的全身，不断的向着尽头冲击。他的身体再次传出咔咔之声，那是骨头与血肉不断碰撞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急促，
越来越强烈时，最终白小纯全身狂震，脑海嗡鸣间，不死谷彻底突破，达到了真正的极致。更是在这一瞬，白小纯福至心灵般，脑海浮现出不死血的口诀，这口诀如同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内。此刻随着不死谷的真正突破，不死血自行运转起来。随着运转，刚开始还好，毕竟白小纯体内还残存了天尊血法余力。可很快的，白小纯还是全身一颤，他的身体竟肉眼可见的急速枯萎。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整个人居然就消瘦了一大圈。哪怕白小纯有心理准备，可依旧还是被吓到了。这是要吸死我啊！白小纯一个哆嗦中，赶紧去停止不死血的运转。好在这不死血的运转并非不可中断，随着停止运转，白小纯都被吓得面容苍白，无一丝血色，只觉得眼前都有些发黑了，竟然出现耳鸣。过了好半晌，他才恢复归来，可面色依旧苍白，带着心急立刻起身查看自己的身体。这么一查看，白小纯都快哭了。我的生机啊！他看出了此刻的自己，之前磅礴的生机居然只是那么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损失了一半之多。之前也没这么夸张啊，这比红尘女和宋君婉加在一起还要吓人啊！白小纯哭丧着脸，他都有种不打算去继续修炼不死血的想法了。实在是他很担心，这么修炼下去，估计不死血还没大成，自己就先把自己给玩死了。难道我新一轮用永夜伞收割吸取生机之路又要开始了吗？白小纯拍了拍额头，长叹一声，觉得这条路太难了。这不死卷不是一个好功法，这神通分明是让一个好人变成坏蛋。白小纯有些郁闷，想起当年原本纯良的自己，居然为了修炼不死皮去偷灵尾姬，又想起了不死金刚时自己在血溪宗去别人的洞府门口偷气血，而不死金的修行则是在长城利用炼丹的机会克扣节流中宝丝囊，还有不死谷的时候在蛮荒的猎取生机。要不就算了，我是个好人啊，我觉得不死谷大成也已经很厉害了。白小纯迟疑中有些纠结，脑海浮现不死血的口诀以及介绍，结合自己方才的感受去分析了一下。这不死血是不死卷的最后一层，一旦修炼结束，就是不死卷大成之时。其中不死皮是增强了防护之力，而不死肉则是让人肉身之力达到惊人的程度，随后不死金则是爆发力，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力气上都形成了飞跃。而这只是第一次飞跃，等到了不死谷后又出现第二次飞跃，而这第二次飞跃变化之大更为明显，如同质变一般，无论是速度还是防护，又或者是肉身之力，都在不死谷的飞跃下提高到了极致。那是肉身天人的程度，甚至寻常的天人想要击杀白小纯，哪怕不算白小纯的修为，仅仅是肉身也都让那些天人头痛无比。可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不死卷并非没有破绽，白小纯也并非是无法被击杀，毕竟他的肉身之力虽强悍，可消耗一样惊人。不说别的，仅仅是不灭地拳就可让白小纯这里很快力气枯竭。另外就是他虽皮糙肉厚，很难受伤，可一旦受伤的话，虽恢复力比其他人快一些，可终究还是需要时间，且伤势多的话同样会濒临死亡。可这些在修炼了不死血后将被彻底弥补，达到一种几乎是完美的状态。因为不死血就是将全身血液都化作拥有强悍恢复力的血液，大成之后一滴落下就可成湖泊大海。甚至夸张一些的说，只要体内有血液，那么修炼不死卷之人就很难有力气枯竭的时候可以全范围不间断的爆发。可以想象，一旦真的做到了，那么出手就是不灭地拳的画面必定惊天动地。而随着不死血的修炼，肉身之力同样也会随之再次暴增，只是相比之下，肉身爆发力的增加已经是次要了，最重要的依旧还是恢复力。白小纯分析之后，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自己每一拳都是不灭地拳的样子，满心期待时，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内心的纠结此刻也都好似要断裂。尤其是他想到自己的恢复力如果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凭着那强悍的肉身与惊人的恢复，这天地间谁还能打死自己？半神到时候看到我就要跑，天尊遇到我也要头大。白小纯憧憬着渐渐激动了，他觉得自己只要能克服在修炼中的困难，熬到成功的那一天后，自己就堪称不死了。这些思绪在他脑海不断的浮现后，白小纯眼珠子有些发红，狠狠的一咬牙，不管了，为了长生，我拼了！白小纯呼吸凝住，咬牙实目中露出豁出去之意，满是果断。可他没有立刻修行，实在是眼下的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了。不过这不影响他对不死血卷的领悟与理解，想要修行，必须先要将其意彻底明悟，这样一来，才可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更为顺利。不死血没有什么境界的划分，这一点与不死皮、肉、筋、骨不同。准确的说，不死血就是去替换自身的血液，使得全身血液都被替换后，任何一滴都可形成湖泊。而全身血液分为10成，直至最终10成圆满，就是不死不灭血。白小纯在心中将不死血的口诀仔细的体会后，时间慢慢流逝，直至数日过去。他抬起头，迟疑了一下后，
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些丹药，满口吞下。这一次我小心一点，再尝试一下。白小纯深吸口气，好似要去与人决斗一般，眼睛慢慢出现血丝，体内肉身之力在这一刻蓦然运转。随着运转，白小纯这一次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内出现的不是一个漩涡，而是无数个漩涡，任何一滴鲜血似乎都成为了一个漩涡，都在吸收自己身体的一切生机。白小纯再次有种要哭出来的冲动，尤其是察觉到自己之前吞下的那些丹药之力，只是一个呼吸间就立刻被那无数漩涡吸走后，他就更是无语凝噎了。赶紧就要结束修炼，可就在这时，白小纯忽然一愣，猛地抬头，所看之处正是血溪一脉邪族所在之地。第897集，今日之息换明日之醒。之前白小纯首次修炼不死血时，因那生机的吞噬太过惊人，吓得他立刻就停顿下来，以至于他没有察觉到血族所在之地的不同。可这次却不然，他修炼的速度明显放缓，重点是去感受不死血的修炼对于生机的需要，所以才可以清晰地察觉到血族所在之地的变化。一股无法言明的感受在这个时候浮现于白小纯的心头，他感受到了一股悲伤，满腔愤怒，更是在那悲伤与愤怒中还有强烈到极致的执着。他的耳边更是在这一瞬，好似听到了一声让苍穹色变的咆哮：今日之息将换来明日之醒，当我苏醒实战。这咆哮只有一句话，可却在白小纯的心神内掀起轩然大波，轰鸣他整个身躯的同时，更有一种好似自己与对方如同一个人般的错觉。一样的气血波动，一样的不死卷。血族！白小纯呼吸透着急促，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血族的情绪，甚至这一次比他曾经融入血族操控血族之身时还要强烈无数。那种一脉相承的感受让白小纯心头在这一刻也都升起了无穷战意，全身血液运转，仿佛在与血族之身彼此呼唤。更是在这一刻，白小纯的意识中不知不觉的竟感受到了这天地间除了血族外，居然还有一些区域，一些生命的体内居然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波动，只不过明显弱了很多，无论是与血族比还是与自己比都是如此。而这些生命所在的地方竟然有2个正是在逆河宗内，白小纯几乎刹那间就察觉到了，其中一个居然是灵犀宗的那只猴子，还有一个则是血溪宗的那只血蛇兔。这个发现让白小纯心神再次震动时，他紧接着就感受到那些在其他区域里与血族以及自己一样波动的生命体，自己居然都有种熟悉的感觉。他看到了飞鸟，看到了带着翅膀的老虎，看到了如护卫般的大鹅，这些动物白小纯根本就无法忘记，正是那些他当年喂下丹药后出现了异变的动物们。这怎么可能？白小纯睁大了眼，倒吸口气时身体猛地虚弱下来，他赶紧停止了修炼不死血，整个人额头都是汗水，直喘着粗气。随着他结束不死血修炼，那种与血族以及变异动物们的联系也凭空消失。许久之后，白小纯抬起头，他的脸上依旧带着不可理解。那些小兽居然都与血族有关。白小纯隐隐觉得当年的事情必定埋藏着一个巨大的谜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小纯沉默了许久，向前一步走出，须臾间身影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血溪一脉中屹立着的一动不动的血族身体的肩膀上。此地空旷，出于对血族的尊敬，能有资格来到这里的人只有老祖程度的强者。此刻四周无人，只有白小纯站在那里，他的呼吸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右手抬起，轻轻地按在血族那磅礴身躯的皮肤上，那种如触摸地面的感觉，没有丝毫生机的蕴含，让白小纯觉得好似之前的感受都是错觉。不可能是错觉。白小纯轻声低语，沉默片刻后，他一晃之下竟钻入血族体内，顺着当年的道路直奔血族心脏所在之地。许久之后，当白小纯从血族体内走出时，他目中依旧茫然。这一行他没有丝毫收获，可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猜测：今日之息换来明日之醒，血族到底有没有陨落？白小纯目中有些复杂，他本以为随着守灵人将明皇之位传给了白皓，随着自己了解了天尊的故事后，这片世界在自己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秘密。但此刻，白小纯还是发现自己不了解的事情终究太多太多，如这血族就是其一。还有当年的杜灵飞，为何要来到灵犀宗这么一个小宗门？是因为曾经的北脉寒门吗？可若真的是这样，他之后为何又要去血溪宗？这个疑问藏在白小纯内心多年，他之前始终觉得是因为灵犀宗内的那句真灵女音，可如今他忽然不确定了。白小纯一时默然，各种思绪在脑海翻滚，时间慢慢流逝，不知过去了多久。忽然的一声闷雷之响，突然的从灵犀一脉的山峰内爆发出来，这声音太大，轰鸣四方时，使得无数逆河宗弟子都内心震动。白小纯这里也被打断了思路，看去时，他的目内突然出现了金芒。老祖白小纯一眼就看出，传来巨响的地方正是冲击天人境的灵犀老祖闭关之地。而此刻，随着巨响的传来，
一股强烈的波动从灵犀老祖闭关之处惊天而起。这波动蕴含了一股惊人的意志，似正在融入天地。在这融入的过程中，灵犀老祖的气息不断的爆发出来，越来越强。老祖要突破了，我逆河宗要多出一位天人，一定要成功！逆河宗内所有长老都迅速飞出，在这四周围灵犀老祖护法，李清后也在其内，还有血溪老祖与其他两脉的老祖也都纷纷飞出凝神护卫。实在是灵犀老祖的突破至关重要，甚至宗门刚刚修复好的大阵也都被全力开启，绝不允许出现半点意外。而所有的弟子此刻也都激动中不断的祈祷，一个个目中的狂热与期盼无比强烈。白小纯也迅速的将由血祖带来的疑惑思绪埋在心底，此刻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灵犀老祖的突破。白小纯的突破方式与众不同，所以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也做不到指导，只能是凭着自己的修为，随时关注灵犀老祖，一旦有所不妙，就要出手试着弥补过来。可灵犀老祖不愧是活了悠久岁月的老一辈，能在当年凭着一己之力，带着末游的小宗门直接杀上下游，更是如今成为中游逆河宗的第一老祖。其无论是见识还是经历，又或者是修行的资质，都非常人可比。他之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白小纯已经给了他，他自然一把抓住，用了全力去突破。此刻天雷滚滚中，灵犀老祖的气势越发强烈，他的意志此刻已经有大半融入天地内，7成、8成、9成，速度极快的同时，他的修为波动也越来越强悍。整个逆河宗都在震动中全神关注。白小纯看到这里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在他的笑容浮现的一刻，灵犀老祖的意志直接就与这天地融合到了10成。轰轰轰轰，声响震天回荡间，苍穹云层翻滚，没有什么天劫，可却有一张巨大无比的沧桑面孔在这一刻浮现在了天空上。正是灵犀老祖，一脸的感慨，带着令苍穹风云涌动的威压，俯视众生，从此老夫来守护我们的嘉逆河宗。沧桑的声音透着坚定，充满执着，带着信念，更带着极致的真诚，在这一刻回荡天地间，如同是灵犀老祖的道士。更是在他话语传出时，天地轰鸣，他的意志彻底散开。虽是凡道天人，可灵犀老祖底蕴太深，此刻于进阶天人后猛地爆发开来，竟超出了寻常的凡道天人太多，无限的接近地品天人初期。老祖，老祖，老祖！这一刻，很多逆河宗的修士自发地喊了起来，立刻的整个逆河宗内所有弟子全部都激动地拜见。不但是他们如此，还有那些元婴长老，哪怕血溪、丹溪以及玄溪一脉的3位老祖，也都深吸口气，神色露出尊敬之意，向着天空上浮现出的巨大面孔深深一拜。第898集，保护他。逆河宗内灵犀一脉的山峰上，那只猴子坐在那里，手中拿着一壶酒，不断地倒在嘴里，目中带着喜悦之意，看着苍穹上灵犀老祖的面孔，能亲眼看到这一天，这一次回来值了，哪怕日后需要为这一次的归来付出代价，也都值了。猴子哈哈一笑，目光落在了血溪一脉上，不是看白小纯，而是看向此刻站在血溪一脉的山峰上，看起来傻呆呆的望着苍穹的兔子。这兔子的脑袋时而灵光，时而昏头，好在如今还算正常，此刻心中也多有感触。在这宗门的呼声一更为强烈时，白小纯心满意足，灵犀老祖成就天人，这对白小纯来说压力小了太多太多。他可以放心的离开逆河宗，去星空道极宗了。毕竟逆河宗是在星空道极宗的范围内，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的地位越高，则逆河宗就越是安稳。再加上灵犀老祖，可以说从这一刻起，除非半神强者，否则的话，半神以下任何人想要动逆河宗，都要仔细掂量，三思再三思。而半神强者的数量太少太少，整个通天河区域明面上也就只有4位而已。这4位任何一个都是源头宗门的老祖。很快的3天过去，随着灵犀老祖成就天人，此事渐渐传遍整个中游修真界。其他3宗本就没有了天人，不敢与逆河宗争锋，如今此消彼长之下，更是对逆河宗产生了强烈的敬畏，纷纷送上惊人的贺礼，更是甘愿向逆河宗低下头。这曾经的3大宗门都已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的小宗门以及修真家族了。很快的，整个通天河东脉的下游修真界都听说了此事，一个个对逆河宗的敬畏已达到了极致。虽说这些下游宗门除了逆河宗势力范围内的其他3方都不属于逆河宗管理，可要知道，整个中游修真界内，逆河宗已经是第一宗门，强悍无比。那些下游小宗门若是得罪了逆河宗，其下场可想而知。如今的状况虽不是在实力上一统中游下游末游，可也相差无几，至少在名气上，更重要是威慑力上已经做到了巅峰。此事自然也被星空道极宗关注与知晓。若是换了其他时候，星空道极宗必定会干扰限制，毕竟一家独大，会让星空道极宗内的几个天人老祖俱都内心不悦的同时，他们的资源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乃至缩减。可有白小纯在，
有之前的战绩在，有半神老祖的封命在，陈鹤天三人只能咬牙默认，没有对此事提出什么反对的说法。不是不想，实在是他们对白小纯那里极为畏惧。还有一个天人，内心也在纠结，此人就是原本空域上的那位天人童子了。按照道理来说，逆河宗毕竟是属于他名下的势力，但在之前逆河宗危机时，这天人童子纵然有千万理由，可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同时，在逆河宗第二次危机时，铁血堂都出面了，而他依旧没有出面。这两次事情使得天人童子那里也都迟疑，要不要在这个时候让逆河宗继续如以往一样，将修炼资源每年供奉给自己。犹豫再三，这位天人童子长叹一声，选择了放弃。实在是他听说了白小纯的强悍，内心无比后悔之余，也有忌惮。如此一来，造成现阶段没有人来制衡，逆河宗的爆发更为强烈，势力范围也在扩张中。时间过去了2个月，这2个月里，白小纯大都是在闭关研究不死血的同时，也在考虑天人后的功法问题。毕竟逆河宗只是中游宗门，很多功法不全，想要获得天人功法，终究还是要去一趟星空道极宗才好。毕竟哪怕灵犀一脉属于当年通天河北脉的寒门，可寒门被灭，逃到这里的残修能有寒门养念诀，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一些残缺的天人功法也不是没有，灵犀老祖不会在意，可却不适合白小纯，甚至就连灵犀老祖也都强烈建议让白小纯去星空道集中选择。好在虽一时之间没有找到天人功法，可白小纯对于不死血的研究与明悟却是与日俱增，体内更是成功的凝聚出了一滴不灭血。这不灭血不是红色，而是金色，在他的体内随着血液游走，看起来很是耀眼。白小纯感受着体内那滴金色的不灭血，感受着其内散出的一股隐隐有些神圣的气息，可却高兴不起来。有那些丹药代替，总量吸收了差不多相当于我全部的生机，才凝聚出了一滴。白小纯皱着眉头垮着脸，他一方面觉得太难了，另一方面也在庆幸自己不是胖子，身体也非魁梧，否则的话，他觉得自己怕是这辈子都没希望修炼到不死血大成了。而这不死血本身同样有一招秘法，与碎喉锁、撼山状、不死劲、不灭地拳一样，不死卷第5层的秘法，名为神杀。神杀之意，到了一定程度，似能杀半神。这神杀之法可以将白小纯的速度在一瞬间爆发到极致，一如不灭地拳的5倍肉身之力。这神杀之术是在速度上类似这种方式，使得在刹那间，白小纯爆发出的速度几乎超越一切，难以想象。速度是助力，而真正的杀神之道，则是白小纯的不灭血。随着修炼不死血，他的体内血液会一滴滴改变成不灭血，而这不灭血并非永恒，在没有大圆满前是可以被消耗的。这神杀之法就是消耗不灭血，换来极致的速度，换来极致的血法。不需要出手，只是在这速度下，在他全身缭绕血气中，只是轻微的碰触就可撼动山峰。而更让白小纯吃惊的是，在神杀之法下，但凡是被他碰触到的生命，其生机之力都将瞬间被自己吸走一部分。这就让白小纯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内心哆嗦中，他再次确定了这部死卷一定是邪功。想我白小纯心的淳朴、善良、纯洁，可我居然练到最后才发现，我居然修炼的是邪法。白小纯臊眉搭眼，连连叹息。这神杀之法让他很是心惊，甚至都不需要怎么去思索，他的脑海里就直接浮现出了其搭配的方式。比如神杀之后的撼山状，只要一想那个画面，白小纯就觉得替敌人心脏抽抽。如果再配合一个碎喉锁，这要是还弄不死对方，我再来一个不灭地拳，而要是还打不过，不死劲加上神杀，我要是逃起来，谁能追得上啊？我这还没用神通呢，要是再施展个水泽国度、通天法眼或者寒门养念，白小纯想到这里，深深的吸了口气，然后轻咳一声抖了起来，大有一种直至今天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这么厉害的感觉。不过这神杀之法每次施展都要消耗不灭血，而现在我体内只有那么一滴不灭血，考虑到自己辛辛苦苦才凝聚的这一滴不灭血，白小纯压根就没有半点想要去尝试一下神杀的念头。用神杀的话，这哪里是斗法呀，这分明是斗生机。白小纯感慨一番，又在逆河宗居住了几天，终于还是决定动身离开，去星空道集宗。毕竟天人功法的事情如今迫在眉睫。有了决断后，白小纯与宋君婉告别。对于白小纯的离去，宋君婉也有准备，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温柔地为他整理了衣衫后，轻轻地拥抱在一起。临走前，灵犀老祖找到了白小纯，将一件对灵犀一脉而言其重要的程度超出一切的物品送给了白小纯。那是一口水晶棺椁，里面存在了一具女婴的躯体，正是灵犀一脉最大的秘密与底蕴——寒门真灵。保护他整个灵犀一脉，只有你能做到保护他，这是灵犀一脉存在的使命。灵犀老祖轻声开口。第899集，回归星空道集宗。老祖白小纯一愣，他本以为老祖要给自己的会是什么法宝，再不济也应该是一些珍奇之物，可却没想到居然是将这寒门真灵
给了自己。那个老祖，这真灵前辈给我不合适啊！他老人家无比贵重，我这人毛手毛脚的，万一不小心把他老人家给摔着了，那就要出大事了呀！要不还是别给我了。小纯赶紧开口，实在是心底觉得怪怪的，琢磨着自己这一次外出，老祖竟给了自己一口棺椁。虽然这棺椁内的真灵很是奇异，可白小纯还是觉得不大吉利。带着他一起走吧。灵犀老祖深吸口气，这么一样珍贵无比的棺椁与真灵，灵犀老祖之所以交给了白小纯，实在是这几次逆河宗的风雨飘摇，虽因白小纯的归来而度过，甚至看起来前景一片美好，可灵犀老祖的心中还是有些不安。他也不敢去赌，在他看来，或许这棺椁放在白小纯那里，要比留在逆河宗更安全，且最重要的，此事是他的师尊那只老猴子提出的，他哪怕修为到了天人，可心中的尊敬依旧永恒。眼看灵犀老祖一脸执着，一副自己若不同意就绝不罢休的样子，白小纯有些头痛，他愁眉苦脸的看了看棺椁。老祖，商量一下吧，我真的不适合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没有万一。小纯，不要多说了，将他带走。灵犀老祖话语间，抱拳深深一拜。白小纯挠了挠头，叹了口气，目光落在这口水晶棺椁上，看到了里面的女婴闭着双眼，仿佛真的已陨落。可白小纯知道，她没有死，她只是在沉睡。甚至当年下游4大宗门一起来征战空河院时，这女婴还曾苏醒，成为了一尊如神灵般的绝世女子。当初这女子更是在重新沉睡前，还深深的看了白小纯一眼，将关于逆河丹的配方传入他的心神内。我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怎么去照顾这真灵啊？白小纯愁容满面，他觉得自己现在成为了一个奶爸，可心中也明白，这女婴是整个灵犀一脉最重要的存在。一如灵犀老祖所言，追溯灵犀宗最早的初衷，就是为了守护这女婴而成立。心底纠结了半晌，白小纯看着灵犀老祖，又看了看那水晶棺椁，最终只能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此事他虽百般推脱，实际上却没有办法拒绝，更是在他的心中，对于这女婴的来历也有诸多的猜测。看到白小纯同意，灵犀老祖松了口气，最终深深的看了一眼棺椁内的女婴，这才离开了白小纯的洞府。罢了罢了，白小纯摇头感慨，袖子一甩，就要将这棺椁收入储物袋内，可猛然间想到了什么，他赶紧冲着储物袋低吼了几句：“小乌龟，我知道你在里面，你给我听好了，老实点，这棺椁以及里面的女婴不能去招惹。”白小纯威胁一番，虽不见小乌龟回应，可白小纯知道小乌龟一定能听到，这才将棺椁收入储物袋里，又闭目打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初阳抬头时，白小纯身体一晃，出现在了逆河宗的半空中，低头看了看逆河宗后，他深吸口气，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直奔星空道极宗所在的方向。当年我离开前，星空道极宗内知道我的人虽不少，可也多不到哪里去，现在可不一样了。白小纯心中飘飘然，一想到自己要以天人修为星空道极宗第6天人老祖的身份回去，就觉得兴致勃勃。也不知道我那茶馆怎么样了，还有张大胖、徐宝才这2个家伙有些不地道啊，宗门之前都危在旦夕了，他们居然还没回来。白小纯一想到这件事情，心中就有些不舒服，可他心底还是觉得张大胖与徐宝才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才对，莫非是出了什么意外耽误了？白小纯想到这里，速度更快。以他的修为，在这中游修真界的疾驰中，没有耗费太久的时间，渐渐的就到了中游与源头星空道极宗的边界附近。那是一条磅礴的山脉，刚一踏入，立刻白小纯就察觉到，在这附近有3道气息猛地散出，在自己身上一扫而过后，如被惊到了一般，急速的收回。与此同时，下方的山脉处立刻就有3人带着紧张急速飞出，远远的向着白小纯连连拜见。见过白祖。这3人穿着星空道极宗弟子的长衫，是负责驻守边界的宗门修士。他们也听说了关于白小纯的事情，再加上驻守的位置，算是与逆河宗最近的一处边界点，心中已有准备。可还是在看到白小纯后紧张无比。这3人白小纯陌生，目光一扫后，白小纯对于3人的态度，心中还是很满意的。于是背着手，摆出一副长辈的样子，对这3人点了点头，这才一晃远去。直至白小纯离开，3人才松了口气，相互看了看后，都看到了彼此目中的羡慕与敬畏。谁能想到，当年宗门内的小人物，只不过是个质子，可如今却成为了铁血堂的天人老祖。何止是天人老祖这么简单？我听说白祖刚刚晋升天人不久，可却能一人战3大天人中期，更是被半神老祖看中啊！可惜啊，当初在宗门内，我等与白祖不熟，不然的话，飞黄腾达指日可待。3人感慨中，也都立刻拿出传音玉简，将白小纯从这里飞过的事情禀告宗门。很快的，星空道极宗内的不少人就知道了白小纯正在归来的路上，铁血堂更是第一时间出动，摆出极大的阵仗来迎接白小纯。10万铁血堂修士尽数出现，布置了方阵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属于5大军团的修士也都到来，气势不断的升起，远远看去极为惊人。陈鹤天3人则是倍感憋屈，之前回来后就选择了闭关，
而他们既然如此姿态，隶属于他们的那些弟子也都迟疑起来，一部分选择了避退，可还是有一些人前去迎接。可以说，整个星空道极宗有大半弟子都加入到了迎接里。这里面有的白小纯认识，可更多的却是陌生。只是他虽陌生，但那些他不认识的人，如今却无人不知小白小纯的名字。这白祖当年是逆河宗的质子，来到星空道极宗内，更是在下方的空城掀起腥风血雨啊！还有星空道极榜上，此人的名字当年可是轰动了不少人。不知道白小纯是谁？知道空城内的那间客栈吧？就是他的。那客栈方圆100里，可是属于他的私地。种种声音在星空道极宗内不断的传开。实际上，之前白小纯被封赐后，这段时间的星空道极宗内谈论他的弟子本就已经极多，而如今随着他要归来，随着铁血堂摆出如此欢迎之势，这谈论之声渐渐化作嗡鸣回荡。就在这嗡鸣声越来越强烈时，忽然的，天空上铁血堂的那位中年老祖，他猛地抬头，脸上露出笑容，右手抬起一挥，这一挥之下，顿时阵阵钟鸣，直接就从星空道极宗的彩虹上响彻八方。一共8声，代表着尊高无比。在星空道极宗内，其钟鸣9声是极限，只有半神才可，而天人则是8声。随着钟鸣，苍穹出现波纹，大地满是回音，直接就将所有的嗡鸣都压下，使得此地星空道极宗的弟子纷纷目光遥望远方，此刻化作一道长虹呼啸而来的身影。甚至彩虹下方的4大城中，此刻也都有不少没有外出迎接之人，目光遥望。这里面无论是认识白小纯的，还是不认识的，一个个心神都掀起波澜。恭迎白祖！铁血堂修士，显然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一人起头，很快的，众人的声音就凝聚在一起，成为了音浪，轰鸣天地。第900集，惹我就打成鹤天。在这隆重的欢迎中，白小纯踏入星空道极宗。半神老祖虽没有出面，可却下了法旨，将蓝色彩虹上的一处区域单独划出，成为了白小纯在星空道极宗的洞府之处。星空道极宗的7色彩虹，能有资格居住在蓝色彩虹上的，在这之前只有5人，而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成为了6人。更让星空道极宗内无数弟子心头震动的是，他们知道这新晋的老祖白小纯，他绝非寻常天人，能在刚刚晋升时就力压3大天人，甚至还斩杀了中游宗门的3位天人。这份战绩不说逆天，但也相差无几。如此强悍，自然少有人愿意去招惹。更不用说这位新晋升的老祖白小纯，不但自身战力惊天，其地位与身份更是霸道，那是铁血堂的天人老祖。铁血堂在整个星空道极宗内也都是一向强势，无人愿意去触犯这些常年在长城厮杀，形成了惊人煞气的战修。又有战力，又有身份，这样的天人老祖在星空道极宗内自然会引起轰动，也自然会让无数人瞩目的同时想要去拜见。所以白小纯在回到了星空道极宗后，根本就没有空闲下来。他所居住的蓝色彩虹，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同宗前来拜见。铁血堂之前的那位中年老祖是第一个到来的，与白小纯笑谈一番，再次释放出了善意后，在白小纯那里也收获了他想要的结盟，这才笑着离去。随后第2个到来的，则是空域彩虹上的那位天人童子，他心中也有尴尬，到来后寒暄一番，同样表达了善意，以及点出自己从此之后将不插手逆河宗的事情，逆河宗也不需要再孝敬后，这才离开。而之后到来的，则是星空道极宗内的元婴真人，这些元婴修士一个个都毕恭毕敬，送上贺礼的同时，也都想要与白小纯这里拉拉关系。这里面有那么几位，正是当初空域彩虹上的元婴强者，他们心中很是复杂，可表面上却是更为恭敬。对于这种事情，白小纯轻车熟路，他这些年这种经历不少，尤其是在蛮荒里身居高位，使得他早就锻炼出了一套让人找不出丝毫毛病的处事方式。对于来临之人，有的敲打，有的冷漠，有的热情，有的淡笑，行事之法使得同在蓝色彩虹上的那几个天人也都注意到了，尤其是陈鹤天3人更是心中冷哼，但却只能忍下，知道如今白小纯风头正盛，他们很难对抗，不如避开。而白小纯这里，在这些天中前来拜访之人的面前，有那么几位，他的热情很是真诚，其中就有当初在杜林飞的暗示下对白小纯照顾有加的那位冯有德。冯有德准备的贺礼可以说是极为丰厚，实在是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当年照顾了白小纯后，杜林飞完成了承诺，使得他修为虽还不是天人，可却无限的接近了。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年自己的做法居然在如今有了第2次回报。当他听说白小纯成为天人后，他整个人激动了好久。善有善报啊！冯有德感慨中对白小纯那里极为恭敬，直至被白小纯亲自送出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都飘飘然了。直至过去了3天，前来拜见之人没有那么多了，白小纯却觉得遗憾，实在是这3天他根本就不厌其烦，反倒是乐此不疲，兴致很高。而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白小纯对于自己离开星空道极宗的这些年里，宗门内发生的事情
虽不知晓全部，可也了解了七七八八，更是对于铁血堂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铁血堂的老祖本身也是长老，只不过不是寻常，而是太上长老。而太上长老在整个星空道集宗，算他在内，只有6人。他们6人每人的麾下都有不少元婴长老，一共近100人，组成了星空道集宗的长老阁。这长老阁的权力之大，在半神老祖不干预的情况下，可以去决定一切事情，乃至星空道集宗的走势。这里面的陈鹤天、白震天、李显道以及天人童子李元天4人，他们的主要权力是在星空道集宗的内部管理以及范围内的一干琐事，无论是对下宗的监督，还是对其他源头宗门的结盟，甚至与通天岛的往来，都属于他们3人权力的范围之内。大大小小无数事情，他们4人即可定夺，唯独一件事情是他们无法决定的，那就是战争。战争只有铁血堂可以决策，原本只有那位中年天人一人而决，而现在则是多了一个白小纯。他们2人的决定，可以让星空道集宗这传承了数万年的大宗去发动一场惊天之战。当然，这一切是在半神老祖不干涉的情况下，一如长城之战，一如对外的摩擦，这些都是铁血堂负责。同时，如此高的地位与身份，也使得白小纯这里有资格去查看很多他以前没有权利去知晓的事情，比如通天岛，比如杜灵飞通天使者的身份，比如侯小妹与鬼牙被带走的那场通天河区域全范围的筛选。结合他在蛮荒时所了解的情况，如今的通天岛在白小纯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太多的迷雾，虽不算是彻底清晰，可也被他知晓了大半。天尊的确就是通天河区域的皇者，4大源头宗门好似蛮荒中的4大天王，如封疆大吏，而通天岛则是天尊的道宫所在。至于杜灵飞，则是通天使者，在外出时，他的身份可以与源头宗门的半神齐平。还有侯小妹等人参与的筛选，就算是以白小纯如今的身份去查看，也找不出端倪之处，似乎一切都是正常。杜灵飞在多年前就离开了星空道集宗，回了通天岛。白小纯放下手中的玉简，对于杜灵飞除了通天使者外的第2个身份，他心中隐隐已有了一些猜测。这个猜测只是在他脑海一闪，就被他压了下来，神色慢慢也变得古怪。半晌之后，白小纯眨了眨眼，干咳了一声：“若我真的猜对了，那就太吓人了。”白小纯摸了摸鼻子，挥手间将那玉简收起，成为了天人太上长老后，可以说整个星空道集宗，除非是与他地位同等之人，否则的话，一切人的秘密在他这里都无所遁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白小纯如今在星空道集宗的地位，随着修为到了天人，已经彻彻底底的算是大人物了，被无数弟子仰望。白小纯也非常享受这种感觉，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必定要专门安排一些时间，以便自己在整个宗门内走一圈，去收获无数的狂热目光。可眼下白小纯没有这个心情，他这3天里通过来拜访之人，通过他的权力所能查看的资料，虽对宗门的事情了解了不少，但却没有打听到张大胖与徐宝才的踪迹。这2人如同失踪了一般，一直都没出现。哪怕白小纯问了冯有德，对方也一头雾水，只是知道在1年前2人凭空失踪。白小纯立刻就意识到，能让自己都查不出的事情，只有一个可能，此事与天人有关。也唯有同样是天人老祖、太上长老的另外5人，有着与白小纯一样的身份与地位，才有资格去让其他人查不出什么消息。不过张大胖与徐宝才都有命减在逆河宗，白小纯知道2人没生命危险，心底也就没有那么的焦急。此刻抬起下巴，冷哼一声：“我找不到人没关系，我去找陈鹤天那老家伙，呵呵，以后谁惹我，我就打他。”对于陈鹤天、白震天以及李显道3人，白小纯明显的对于陈鹤天怨念更大。实在是当年长城上的事情，让白小纯在蛮荒时都郁闷了很久。第901集，陈鹤天，当年我在蛮荒时就发誓了，一定要报仇。白小纯傲然的抬起头，心中已有了决定。那陈鹤天当年在长城太过分了，恩将仇报不说，逼着自己去藏宫，而且欺负完自己，前段日子还要欺负逆河宗。哼哼，陈鹤天，可不是我白小纯记仇，是你欺人太甚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谁惹我，我就去打陈鹤天。白小纯小袖一甩，大有一种如今的自己已经是大人物的感觉。找不到张大胖，我去打陈鹤天。有人再要对逆河宗动心思，我去打陈鹤天。有人瞪我，我去打陈鹤天。有人针对我，我去打陈鹤天。白小纯嘀咕了几句，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绝非寻常人可以想得出来。尤其是想到以后自己在宗门内必定会因为此事而让陈鹤天癫狂后，白小纯就更激动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虽不能灭了陈鹤天，可一旦按照他的想法，只要别人招惹他，他就去打陈鹤天，此事必定会让陈鹤天抓狂。实在是陈鹤天那里虽是天人中期，可论战力根本就不是白小纯的对手，尤其是之前白小纯战他们5大天人，杀了2位，重伤3位，这一幕幕
早就让陈鹤天心神惊惧无比。不然的话，他不能如今在白小纯来到星空道集宗后就选择闭关不出。不但是他如此，白震天与李显道也都这样。可陈鹤天还是不了解白小纯的性格，也就使得他做梦都没想到他都躲着白小纯了。但麻烦还是随之而来。白小纯这里小袖一甩，身体已经呼啸而出，从自己的居所疾驰，直奔在这蓝色彩虹上属于陈鹤天的居住之处疾驰临近。陈鹤天居住在蓝色彩虹的南部，一片辽阔的区域中修建着大量奢华的阁楼。这里面居住的不仅仅是陈鹤天自己，他有权利让其家族的部分族人也居住在这里。此事其他天人也都这样，已成为了惯例。而在这诸多奢华的建筑中心，存在了一处彩虹上的湖泊。这湖泊的水清澈无比，里面有金色的鱼儿游走。此地明明是彩虹，可却有湖泊，很是奇妙。湖泊旁有一间看起来很是平凡的木屋，可这里却是陈家的圣地，因为他们的老祖天人境的陈鹤天就是居住在这木屋内。此刻，随着白小纯的破空而来，一路掀起的呼啸音爆声，好似天雷，轰隆隆的不断向着四周炸开，使得风云色变，天地间都形成扭曲波纹，大范围的扩散。这一幕顿时就引起了其他彩虹上弟子的关注，还有一些是在星空道极榜附近的，都在听到与看到后诧异的抬头。什么声音？那是白老祖。就在这众人诧异时，陈家的范围内，不少陈家的族人也都听到了这如同天雷的声响，一个个都心神震动。齐齐看去时，他们看到了一道如同流星般的身影，以极致的速度，刹那间就从远处虚无直接出现在了陈家的半空中。随着出现，一股天人的威压轰隆隆的降临八方，使得所有陈家族人纷纷心神狂震，就连修为也都在那天意的威压下紊乱。那身影看起来白白净净，可却神色傲然，身形不高，可却背着手，更是抬着下巴，露出一副好似绝世强者的模样，正是白小纯。陈鹤天，给你家白爷滚出来！白小纯眼看自己的到来吸引了很多的注意，更加得意了，张开口直接大吼一声。他此刻意志与天地融合，取代天意，这么一吼之下，其声音超越奔雷，直接就在蓝色彩虹上猛地炸开，形成一股冲击，横扫八方，使得大量陈家族人一个个都神色大变，被震得双耳欲聋，骇然中齐齐后退。白小纯的声音不但在这蓝色彩虹上回荡，让星空道极榜四周的弟子听到，更是传了出去。哪怕其他彩虹也都隐隐听到他的声音，一个个立刻就心神震动。白长老这是去找陈长老麻烦？听白长老的语气，莫非要战？那些星空道极宗的修士一个个都觉得不可思议，更有不少人赶紧飞出，要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知道，这可是在宗门内天人之间的矛盾，就算是存在，可大都不会如此正面出现摩擦。白小纯声音之大，其他彩虹上的修士都听到了，盘膝坐在木屋内的陈鹤天自然也听到了。他的眼睛此刻早就睁开，神色带着愤怒，目中更有逼人的寒芒。若是换了其他人如此，又或者是在逆河宗一战之前，他早就冷哼中直接走出，将前来撒野之人斩杀。可如今他只能咬牙忍着，实在是他心知肚明，这白小纯战力惊人，自己一个人绝不是对手。可就在陈鹤天这里决定忍耐时，外面的白小纯不乐意了，他声音又一次回荡开来：“陈鹤天，怎么的？你是天人，我也是天人，我都到了你家了，你居然不来迎接一下，欺人太甚！”白小纯摆出怒意，话语间一步走出，直接踏入陈家范围内，直奔木屋而去。四周陈家族人胆颤心惊，只能看着，不敢阻挡。眼看白小纯展开那惊人的速度，掀起天雷轰鸣，就要临近湖泊木屋，甚至那湖泊也都在白小纯的接近下掀起大量的涟漪波纹，里面的那些金色的鱼儿也都颤抖，齐齐沉入湖底，不敢抬头。白小纯，你要干什么？陈鹤天终于无法忍下去了，他猛地抬头，身体一晃之下，直接就出现在了半空中，右手抬起猛地一挥，化作一股风暴，直接就轰向白小纯。可在他出手的瞬间，白小纯也是一拳轰出，直接就与陈鹤天掀起的风暴碰撞到了一起，轰隆隆的声响在这一刻惊天动地。轰鸣中，陈鹤天闷哼一声，身体退后几步，可白小纯那里却神色如常，其强悍的肉身根本就不在乎这一次对抗，紧跟着就冲杀而来。干什么？陈鹤天，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知肚明。白小纯声音扩散，速度惊人，眨眼就再次临近陈鹤天。陈鹤天面色阴沉无比，双手掐诀施法，再次与白小纯碰触后，巨响又一次爆开。这一次他退后更远，可白小纯依旧气势汹汹轰击而来。这身影，这气势，让陈鹤天暗自叫苦，眉头紧锁，内心怒意更是强烈无比。可还是被他强行忍下，后退时快速开口：“白小纯，逆河宗的事情，半神老祖已经下了封命，道河与星河老祖都被你斩杀，你还要怎样？还有当年长城的事，也是意外。今天的事与逆河宗、与长城无关，
陈鹤天，你别装糊涂！白小纯扬怒道，不死劲蓦然展开，速度一下子爆发，刹那就接近了陈鹤天，右手掐诀一指，顿时四周寒气扩散，9道寒影齐齐幻化，从陈鹤天的四周以陈鹤天为中心，瞬间穿透而去。陈鹤天面色变化，双手猛地向外一挥，顿时身体上出现了一片黑光，轰鸣间阻挡了四周的9道寒影，身体也届时再次后退，内心无比憋屈，怒意更甚，咆哮出来：“白小纯，你到底要怎样？老夫什么装糊涂？你说清楚！你自己做的缺德事，还问我？陈鹤天，我白小纯今日与你没完！”白小纯一看陈鹤天居然都咆哮了，声音比自己还高，心底不满，于是用更大的声音一样怒吼起来：“你！”陈鹤天听到白小纯的吼声，心底更为愤怒。他隐隐看出白小纯不应该是为了逆河宗之事而来，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自己回来后就始终闭关，一点也没去招惹对方。但这白小纯一口一句缺的事，这就让陈鹤天内心要爆了。那种感觉是一向自己欺负别人，可今天却被别人如此欺凌。白小纯，你欺人太甚！陈鹤天大吼，内心更是郁闷。到了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又招惹了对方。第902集，不是老夫，不是我欺人太甚。陈鹤天，你太过分了！白小纯也不干了，吼声中追上陈鹤天，再次出手。二人在这蓝色彩虹上不断碰触，轰鸣之声回荡四方，掀起的冲击更是扩散开来，使得陈家族人都心惊不已。其他彩虹上的修士也都不断吸气，甚至就连这蓝色彩虹上的其他4位天人也都一个个赶紧神识散开，锁定战场，时刻关注。其中那位铁屑堂的天人老祖沉吟了一下，没有出现，毕竟李显道与白震天都没有现身。实际上，此刻的李显道与白震天二人都是睁大了眼，看着与白小纯交手中越发处于下风的陈鹤天，二人也都迟疑了一下，但却没露头。实在是逆河宗那一战，白小纯杀出了威名，让他们二人也都心存忌惮。这事与我们无关，陈道友也真是的。那白小纯如今风头正盛，干嘛还要去招惹他？没办法，既然他去招惹了白小纯，那他自己化解好了。白震天与李显道二人传音沟通后，都觉得陈鹤天那里实在不智。在这众人的关注中，陈鹤天真的要抓狂了。若是知道原因后的斗法厮杀也就罢了，可偏偏到了现在，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开口问了。可白小纯那里一副你知道的模样，口口都是缺德事，使得陈鹤天内心憋屈无比。眼看白小纯那里气势汹汹，一晃之下再次杀来，陈鹤天狠狠一咬牙，后退中急速开口：“白小纯，是不是我的族人招惹了你？如果是的话，此事与老夫无关。狗屁族人招惹我，就是你，陈鹤天。到了现在，你还装糊涂啊？你欺负我白小纯是3岁孩童不是？”白小纯依旧怒吼，又一次冲出。陈鹤天差点想要嘶吼嚎叫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无法与白小纯沟通，他更是绞尽脑汁去回忆，也都想不出自己这段日子又怎么惹到了这个疯子。此刻眼看对方又冲来，陈鹤天狠狠咬着后槽牙，面色极为难看，可却只能后退。白小纯的战力太强，皮糙肉厚的同时，让陈鹤天这里极为头痛。就在陈鹤天后退之时，远处有焦急的声音急速传来：“小纯住手！”远处的天边有2道长虹急速而来，里面是一男一女，正是赵天骄与陈月山。陈月山一脸焦急，赵天骄也是满脸无奈。他二人听说了白小纯去找陈鹤天后，就立刻赶来，实在是没法不来。一方面白小纯是他的朋友，另一方面陈鹤天是他的师父与岳父，若是其他人来了，白小纯可以不去理会，但赵天骄与白小纯之间虽接触不是很多，可却同甘苦共患难过，且赵天骄这些年对逆河宗有很多照顾，之前更是为了白小纯的事情不惜与陈鹤天对峙。这份情谊，白小纯早已记在心底。此刻闻言，他原本要冲向陈鹤天的身影一顿，退后几步，侧头看向急速而来的赵天骄。陈鹤天那里也是松了口气，可表面上却依旧面色阴沉发黑，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白小纯。小纯，你赵天骄眼看白小纯停下，加速临近，直接就站在了白小纯与陈鹤天之间，神色带着焦急与无奈，赶紧阻止。大师兄，你师父太过分了，我今天来与逆河宗无关，实在是你师父做的缺德事，欺人太甚。白小纯眨了眨眼，赶紧开口先说了一句：“白小纯，你把话说清楚，老夫到底怎么你了？”陈鹤天一听这话，恨不得咬碎牙齿，向着白小纯低喝起来：“还要让我说清楚？你自己做的事，你不知道？没事，我打到你想起为止。”白小纯眼睛一瞪，气势也强了起来，做事就要向前走去。中间的赵天骄眼看二人似又要开打，很是头痛，赶紧再次阻止：“太小气了，我又不会真的弄死那3个老家伙。”白小纯心中嘀咕了几句，眼下他春风得意，倒也没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底。毕竟此刻的逆河宗外，赵天骄、白灵等人相助而来，白小纯也需要去感谢一番。
还有那位铁屑堂的天然老祖，他的脸上笑容很是真诚的样子，丝毫没有自恃、倚老卖老，从而表现出半点轻视，而是如同辈一般与白小纯这里谈笑风